数百名禁军拔刀冲了上来，暗卫们刚要动手，我按住了裴寂的手，省点力气，让我来。我跳下马车，站在路中间，举起了那只破碗。赵虎愣了一下，随即狂笑：裴寂，你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吗？让个娘们出来要饭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赵统领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。少废话，射箭，把他射成刺猬。漫天箭雨袭来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那漫天箭雨以及后面那数百名杀气腾腾的禁军大喊一声：把你们的杀意施舍给我吧！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，那些呼啸而来的利箭在半空中突然失去了力道，软绵绵地掉了下来，像下了一场筷子雨。原本喊打喊杀的禁军们突然觉得心里一阵空虚，他们看着手里的刀，眼神迷茫。我为什么要杀人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想回家种地，这刀好重，不想拿了。叮叮当当，兵器落地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赵虎傻了，他拼命挥舞鞭子。混账，都给我捡起来，杀！我把碗口对准了赵虎。既然你这么执着，那就把你的忠诚也给我吧。赵虎身子一僵，下一秒他翻身下马，扑通一声跪在裴寂的马车前，痛哭流涕。殿下，罪臣赵虎被猪油蒙了心，罪臣该死，罪臣这就带您进宫，谁敢拦您，我就砍了谁。城门口的百姓和守军都看呆了。我收起碗，冲着马车里的裴寂挑了挑眉。搞定。裴寂掀开帘子，看着跪了一地的禁军，眼底闪过一丝笑意。夫人威武。有了赵虎的倒戈，我们一路畅通无阻的到了皇宫门口。然而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。三皇子早已控制了皇宫，御林军3万将皇宫围得水泄不通。宫墙之上，三皇子一身戎装，看着城下的我们，冷笑连连。裴寂，你以为靠这点妖术就能翻盘？我有3万精兵，你有多少人？裴寂这边除了赵虎带来的几百人，就只有几十个暗卫，确实悬殊，但我丝毫不慌。我让暗卫们找来一个巨大的扩音喇叭，我站在马车顶上，举着碗，对着那3万御林军深吸一口气。各位将士们，你们也是爹生娘养的，你们也有老婆孩子，你们真的想为了一个篡位的逆贼卖命吗？三皇子大怒，放箭，射死这个妖女！我没给他机会，我将碗口对准了天空。这次我要玩个大的。老天爷，施舍我一场天谴吧！这只碗的上限在哪里？我一直没试过，但既然它是因果律武器，那理论上只要概念存在就能讨。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，雷声滚滚，一道粗大的闪电精准地劈在三皇子身边的旗杆上，大旗折断，火光四溅。三皇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发冠都歪了。御林军们一片哗然。天罚是天罚，三皇子无道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快跑！军心瞬间溃散，我趁热打铁，对着城墙上的守军大喊：把你们的立场给我！城门大开，无数御林军丢盔弃甲，跪地高呼：恭迎太子殿下回宫！三皇子看着这一幕，彻底疯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朕才是真命天子。裴寂缓缓走下马车，一步步走向皇宫，每走一步，周围的士兵就跪倒一片。他走到我身边，牵起我的手，走，带你去看我们的江山。老皇帝在病榻上见到了裴寂，浑浊的眼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传位诏书下达的那一刻，裴寂正式成为了新皇，而我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靠乞讨上位的皇后。登基大典那天，裴寂一身龙袍，牵着我的手走上高台，百官跪拜，山呼万岁。我看着手里那只已经变得金光闪闪的破碗，心里感慨万千。谁能想到，几个月前我还是个为了一个鸡蛋跟公鸡拼命的村妇呢？大典结束后，裴寂问道：梓潼，如今江山已定，你还想讨什么？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颜，眨了眨眼。我想讨个假。裴寂挑眉：啊，这几个月累死我了，我要休假，我要去江南旅游，我要吃遍天下美食。裴寂低笑一声，吻上我的唇。准了，不过得带上朕。还有，他贴着我的耳朵，声音低沉：今晚朕想向皇后讨一样东西。什么？讨个皇太子。我脸一红，举起碗就想砸他。